我国如今的海军实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，无数新式战舰闪亮登场。然而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在我国的军舰行列中，还存在8艘比较尴尬的军舰，不改又没法用，改了又浪费钱，它们到底该何去何从？开头提到的这8艘军舰都是沿袭苏联风格的俄式军舰，其中有4艘是从俄罗斯买过来的现代级驱逐舰，它也被称之为航母杀手。还有4艘则是我们自己建造的，其中包括2艘中华俄式神盾 051C 以及2艘中华现代级 052B。如果放在以前，这8艘军舰还是颇具战斗力的，只不过呢，现如今它们已经成了老掉牙的存在。话说俄式军舰究竟是如何跟我国扯上关系的？它又给我国的国防带来了哪些帮助？关于这些问题，就得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台海危机了。1995年到1996年，我国面临着一场严峻的台海危机。当时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和独立号航母战斗群会合，总计14艘军舰浩浩荡荡杀过来，企图通过武力威胁的方式对我国进行施压。面对美军来袭，我军自然不甘示弱，勇猛出击与其对峙。然而，当时我军的飞机和舰艇在技术上落后了别人好几代，派出的飞机主要以歼7、歼8为主，性能老旧且单一，而军舰则是一些老掉牙的051型驱逐舰，以及为数不多的052型驱逐舰。这些军舰在火力、吨位、续航、信息化等方面完全比不过美军的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。更何况那时候美军还拥有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，这类战舰装备了战斧导弹和宙斯盾系统，对我军军舰完全起到一个全方位的压制作用。由于我国军舰数量不够，甚至得靠渔船来凑，也就有了坦克上舰当舰炮使的悲壮景象。面对此情此景，我国再也按捺不住了。台湾危机结束后，我国赶忙向俄罗斯订购大型军舰，以弥补我国在海军上的空白。1996年，我国斥资8亿美元从俄罗斯买了2艘现代级驱逐舰。1996年台海危机过后，我国为了防止再次受他国威胁，冲冠一怒买了2艘俄式军舰，以此来填补海军上的空白。这2艘驱逐舰的排水量达到了7900吨，在武器方面，它可以搭载8枚超音速反舰导弹，其射程和射速达到了惊人的120公里和2.8马赫。买回来后，2艘现代级驱逐舰被命名为杭州舰和福州舰。根据我国军工专家的评测，这种现代级驱逐舰的综合性能是同级别欧美舰船的3倍，近可虐小艇，远可攻航母，可谓是新一代的航母杀手。由于用户体验感良好，于是在2002年的时候，我国又花14亿美元买了2艘加强版现代级驱逐舰，入列服役后就成了现在的宁波号和泰州号。这还没完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国军工专家又以这4艘军舰为基础，研制出了2艘051C 以及2艘052B。自此，我国的初代8大金刚便正式登场了。当时这8艘军舰可谓是镇国重器般的存在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，我国海军除了补给舰和登陆舰以外，还没有出过8000吨级的军舰。现在有了它们以后接下来就有足够的底气震慑台海了。当然了，从后面的发展情况来看，这8艘军舰并不是巅峰，而仅仅只是起步。自从加入世贸后，我国经济飞速发展，正所谓财富出强军，一时间大连造船厂、江南造船厂纷纷雄起，各式军舰像下饺子一样从生产线上被推出来。现如今，我国的海上力量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，8000吨级以上的军舰数不胜数，比如1.25万吨的055就有8艘。4万吨的075型2栖攻击舰也有3艘，至于航母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俨然已经成为了我国海军的大杀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那8艘俄式军舰吨位自然也就不够看了。最关键的是，如今那8艘军舰已经成为了鸡肋般的存在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它们不好进行改装和升级。俄式军舰的缺点就是空间狭窄，就拿现代级驱逐舰来说，它并没有留出足够的改装冗余度。假如要改装的话，就只能加装一个32单元的垂发装置，以及一座24连装的海虹旗10近程防御导弹。像这种改装结果，仅仅相当于我国海军2005年的火力水平。我国服役的8艘俄式军舰似乎成了鸡肋一般的存在，不仅性能比不上055和航母，而且改装空间也有限。
如果要想继续提升战斗力的话，就得对军舰进行大改，比如重新设计整体舱室以及船舶重心，这样才能搭载更多更强悍的武器。但费了这番功夫以后啊，跟重新设计一艘新船有啥区别？假如不改的话，这8艘俄式军舰的性能又实在不敢恭维。这8艘俄式军舰的存在确实如同鸡肋一样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说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会问了，既然如此，那这8艘军舰该如何处理呢？总不能送人吧？如果按照一般的套路来看，那无疑是退役给海警了。毕竟海警相当于军舰的重生场，许多军舰退役以后都会去海警那边发挥余热，以护卫祖国一方平安。想象一下，让一艘8000吨级的海警船去震慑东南亚某些跳梁小丑，是多么霸气的一个场面。除此之外，咱们还可以将这8艘军舰卖给非洲国家，给他们增添一丝护航力量。假如某些非洲国家有幸识得这些大宝贝以后，今后就再也不用惧怕索马里海盗的威胁了。毕竟跟军舰比起来，海盗那些小艇都不够塞牙缝的。当然了，这些俄式军舰还有一个好去处，那就是封入库存，以备将来不时之需。很多人可能以为老古董一样的武器今后可能就派不上战场了，但事实恰恰相反。假如前线战争打得太猛，后方武器弹药的生产速度跟不上军队的消耗速度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老古董不就派上用场了？就拿俄乌战争来说，新武器打完了就互相扔老古董，什么 T54、T62 老坦克、BT250 装甲车以及50年代产的 D30 榴弹炮等全搬了出来。甚至在2023年5月9日大阅兵的时候，俄罗斯直接把2战时期的 T34都拖出来了。可见，当新武器的库存打光以后，老古董就是最后应急底牌了。总之，当前线兵锋吃紧之时，就是后方古董重出之日。T34如此，那8艘俄式军舰亦是如此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